上周五，在美国白宫，特朗普与小泽的会晤不欢而散，小泽立即赶往英国寻找金主。英国首相施塔默答应提供22亿英镑贷款。接着，施塔默向西方国家发出召集令，一共有大约15个国家的18位领导人与会，其中包括加拿大的小土豆。西欧这边除了爱尔兰、葡萄牙、马耳他、比利时、奥地利和冰岛外，其他重要国家都参与了。东欧国家参与的不多，只有波兰、捷克及罗马尼亚与会。虽然与会国家强调欧洲的团结，但其实内部是相当分裂的。匈牙利及斯洛伐克都呼吁直接与俄罗斯对话。英国这次积极召集紧急会议，并不是他们这些欧洲国家有多么在乎乌克兰人的安危，而是他们自己已经在美国的菜单上没有话语权。他们这10几个国家想搏一搏，希望能说服美国，让他们重新回到餐桌，而不是成为桌上的菜。施塔默表示，欧洲国家要组建一个志愿联盟，来捍卫乌克兰的和平。为此，欧洲国家需大幅提高军事开支，同时向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并且英国向乌克兰出口5000多枚防空导弹，价值16亿英镑。从这些方面来分析，虽然没有了美国，欧洲这些国家想继续乌克兰的战争，与所谓的和平诉求大相径庭。诡异的是，这些与会国家明里暗里在埋怨特朗普，他们表示欧洲必须加强自己的军事及自主防卫能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伦敦强调，现在迫切需要重新武装欧洲，欧洲要把乌克兰变成一只钢铁豪猪，让侵略者消化不了。听到豪猪这个词，让我想起了大陆东南某岛，他们也洋洋得意地说，美国爸爸要把我们的岛武装成豪猪。看来豪猪的命运最后都比较惨啊。对于继续援助乌克兰，他们明确表示，欧洲急需美国的支持，美国可以当欧洲的后盾，其中就包括马克龙。其实欧洲国家几乎都自不量力，没有美国的军事协助及支持，欧洲国家想跟俄罗斯打，毫无胜算。现在英国及法国表现得特别积极，其实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英国想充当美欧的调停人，另外也赚一笔军费。法国想当欧洲领头羊，过去因为美国的强势而完全没有机会，现在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时机到了。这些与会的欧洲国家以为在一起开个老鼠会就能战胜俄罗斯，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搞不好这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所以欧洲国家这样搞是极其危险的。对于议会欧洲国家军事上既想脱离美国，又需要美国的军事帮助的尴尬境地，我们来看看德国媒体《世界报》的报道以及不同媒体的网友评论。乌克兰峰会，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斯塔默现在正在加紧行动。英国希望出资16亿英镑出口5000枚防空导弹给乌克兰，这是英国首相施塔默在乌克兰峰会结束时宣布的。他说，欧洲现在必须承担起自身防务的主要责任。周日，在宏伟的兰开斯特宫，英国首相施塔默宣布了一个消息，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过去几天的震荡后松了一口气。英国准备投入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来确保乌克兰可能实现的和平。为此，伦敦将为在贝尔法斯特生产的5000多枚防空导弹提供16亿英镑约19亿欧元的出口融资。这一承诺是在欧洲领导人、欧盟代表和北约盟国举行危机会议之后做出的。施塔默邀请了欧盟代表和北约盟国参加此次会议。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周五公开争执之后，欧洲各国首脑就乌克兰长期和平的下一步行动进行了磋商。泽连斯基已于前一天到达，与施塔默举行了双边会谈。英国和法国此前曾表示愿意向乌克兰派遣士兵，以确保持久和平。两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呼吁，希望美国充当后盾，在紧急情况下提供空域监视，
侦察和军事支持。迄今为止，欧洲一直依赖美国的航空力量，特朗普至今拒绝了这一提议，而周五与泽连斯基的争执更让他不可能让步。施塔默希望组建志愿联盟。施塔默周日试图进行调解，他强调，虽然欧洲必须承担结束战争的主要责任，但他需要美国的支持以确保和平。他说，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英国可靠的盟友，现在也依然如此。尽管如此，英国承诺为乌克兰提供空域军事装备支持，可被视为一个信号，表明欧洲正在为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做准备。在周日的会议之前，施塔默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示，他希望组建一个志愿联盟，以启动欧洲对乌克兰的具体安全保障。他说，我们已经商定，英国将与法国，可能还有其他1-2个国家一起，与乌克兰共同制定一项结束战斗的计划，然后将与美国讨论该计划。这是与泽连斯基、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的结果。德国总理舒尔茨在会后表示，支持乌克兰是我们的共同任务。他没有具体评论德国是否希望加入志愿联盟。凭借对出口融资的承诺，英国再次证明了自己是支持乌克兰的先锋。自战争开始以来，伦敦提供武器的速度超过了许多其他欧洲国家，是仅次于德国的欧洲第2大军事援助捐赠国。英国政府希望到2027年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到2033年提高到 3%。 这是许多欧洲伙伴迄今为止尚未做出的承诺。应英国首相邀请，共有18位西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到伦敦，来自乌克兰、德国、法国、波兰、意大利、丹麦、荷兰、挪威、西班牙、加拿大、芬兰、瑞典、捷克和罗马尼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土耳其外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出席了会议。巴黎和伦敦提议为乌克兰停火1个月。峰会后，施塔默和马克龙的和平计划变得更加具体，两人都提议为乌克兰停火1个月。马克龙周日告诉《费加罗报》，这应适用于空中、海上和能源基础设施。法国总统说，这种停火的好处是可以衡量，因为战线非常长，相当于从巴黎到布达佩斯的距离。好，各位，前面的报道就那么多，接着我们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要确保怎样的和平？现在还没有和平，泽连斯基也不会带来和平。他要求西方提供一切，却从未想过结束。特朗普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下一则，他想要第3次世界大战吗？无论是英国军队还是法国军队，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他们都是北约军队。继续往下，面对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英国和法国似乎已准备好采取果断行动。在此危急时刻，令人欣慰的是，特朗普总统头脑冷静，支持缓和局势。他的影响力可能对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起到决定性作用。感谢您，特朗普总统，感谢您为维护和平做出的贡献。再往下，听起来英国和法国真的想把我们拖入一场与俄罗斯的战争。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和平解决方案并非始于宣布进一步的军事活动和升级。下一则，我开始怀疑欧洲各国政府首脑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行动会带来什么后果。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乌克兰战争的升级迟早会意味着部署其他欧洲国家的士兵到乌克兰。这是我们想要的吗？接受特朗普的建议，尝试和平谈判不是更好吗？如果普通民众知道前线的情况有多糟糕，我们可能每周都会在街头举行和平示威，这样当权者就不会妄自尊大，仿佛战争的持续只是一个财政问题。继续往下，我可以理解确保和平，但对如何实现和平却只字未提。英国和法国似乎想全力将俄罗斯人赶出乌克兰，这本是必要的，因为泽连斯基想要恢复原来的边界，不想妥协。那么
通过一场大规模战争来创造和平，这不是解决办法。再往下，这个自愿联盟是愿意把纳税人的钱拱手让人的联盟。下一则，政客们应该把他们的孩子送上战场，只有特朗普和普京能够并希望结束战争。泽连斯基本可以有3次签字的机会，但他想领导特朗普。请大家观察泽连斯基的肢体语言。下一则，泽连斯基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即把越来越多的国家拖入战争。末次也会在泽连斯基崩溃时跳楼。继续往下，这是欧洲猎鹰的时刻。现在他们相信自己可以自由发挥，他们不再需要关注美国的所作所为，他们想做的比拜登做的要多得多，这将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已经在公开谈论与俄罗斯作战，并梦想在乌克兰前线拥有自己的军队，但是把这场战争变成欧洲战争并不好，将这场战争意识形态化也不是个好主意，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将无路可退。再往下，我担心自视清高的欧洲政治人物正在把我们拖入第3次世界大战，他们完全自不量力，每个人都认为可以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来为自己谋利。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加速螺旋式升级。特朗普说的没错，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第3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将会增加。好了，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德国中间偏右的网友们比他们的政客更理智，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接着我们再看看德国中间偏左媒体《时代报》的网友评论。注意啊，是中间偏左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特朗普已经下定决心，他想亲近俄罗斯，再多的会谈也无济于事，只需听一听。这个决定很久以前就已做出，早在泽连斯基贵为被俄罗斯攻击的乌克兰总统被特朗普及其同伙羞辱的那次会议之前，欧洲必须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领导自由世界，欧洲必须捍卫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在也要反对美国，而且要堂堂正正自信地捍卫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在特朗普面前卑躬屈膝。欧盟必须最终绝对找到摆脱欧尔班的办法，因为俄罗斯始终与这位独裁者沆瀣一气。匈牙利必须退出欧盟，而美国在特朗普的统治下已经成为流氓国家。下一则，对某些人来说，和平谈判似乎就像瘟疫，最好是继续在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上浪费大量金钱。再往下，美国对联盟忠诚度的怀疑占据了中心位置。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特朗普等人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站在普京一边。任何人如果还希望美国提供帮助，那都是痴心妄想。下一则，为什么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芬兰没有参加此次会议？除了波兰外，他们是下一些个必须面对俄罗斯进攻的国家。这条评论我们只看第一段。欧洲不仅应该与加拿大结盟，还应该邀请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国家加入我们的行列。换句话说，就是所有明确反对美国现政府的国家。我个人也希望能与中国举行会谈。再往下，怀疑美国对联盟的忠诚，还需要什么才能醒悟？我们不仅没有与美国结盟，而且可以认为美国已经与俄罗斯达成了广泛的协议。我们应该庆幸欧盟还没有受到美国的攻击。下一则，我是怎么想的？我们过去所知的西方已经不复存在，这里有欧洲，有莫斯科、北京轴心，还有渐行渐远的美国。无论4年后发生什么，这种关系都将被永久性的破坏。欧洲现在只能靠自己，这意味着国防方面必须进行模式转变。正如马克龙前几年所说的那样，北约确实已经脑死亡，反正是按照吕特的要求，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被邀请。我甚至希望最终有一些动静，因为现在的整个局势也应被当作一个契机。下一则，
友好国家的名单应该更长。我认为我们还应在欧盟之外寻求更多的支持。美国已经与多个国家闹翻了，而那些踩刹车的国家，如匈牙利，应该被无视。继续往下，如果欧洲真的认真起来，乌克兰可以赢得这场战争。俄罗斯已经到了极限，一些部队已被派往前线，用马和驴运送补给和弹药，因为他们的装甲车已经用完了。与欧洲相比，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简直就是个笑话。如果俄罗斯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欧洲人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如果说形势是严峻的，那就是现在。下一则，特朗普希望停火来帮助普京，看起来就是这样。作为回报，他也可以取消制裁。一方面，他想通过加强俄罗斯来进一步削弱欧洲，同时也质疑北约，割让领土将破坏国际法，而这正是他想要的。这样，他就可以占领格陵兰岛，让俄罗斯脱离中国，也是他的一个目标。他认为自己可以控制普京，这是一个痴心妄想的计划。欧洲必须100%独立。继续往下，由美国支持的欧洲驻乌克兰维和部队将等同于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是无法接受的。这就是说，继续战斗直到胜利。再往下，怀疑美国对联盟的忠诚是一种相当克制的要求。跨大西洋联盟已经寿终正寝了。过去80年的欧洲安全架构已经死亡。过去几天里，只要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都能看出特朗普在说什么，在做什么。美国在联合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朝鲜一起投了赞成票。特朗普的新任国防部副部长无法回答俄罗斯是否入侵乌克兰的问题。共和党人删除了之前在乌克兰泽连斯基问题上与特朗普不一致的表述。美联社和路透社不再受邀采访白宫，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却受到邀请。特朗普公开要求满足普京的停火要求，其中顺便包括割让更多领土、乌克兰非军事化和北约从波罗的海国家撤军。这是在不久的将来恢复苏维埃帝国边界的先决条件。特朗普明确表示不保证北约领土的防御，但却公开谈论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作为欧洲人，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越来越强大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像俄罗斯或美国这样的国家，即使他们能提供更强大的军队，但从内部来说，他们并不强大。好的，各位朋友，从刚才德国中间偏左网友的评论，大家一定也发现了，这些左翼人士基本上都杀气腾腾，有点像走夜路靠唱歌为自己壮胆的样子。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欧洲，这些意识形态挂帅的杀气腾腾的左派，其实他们才是最危险的人。他们真的非常有可能把欧洲拖入第3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我们拭目以待。